1998年9月10日19时37分，由上海飞往北京的 MU586 航班起飞了。在拥有20多年驾龄的机长倪介祥的熟练操控下，飞机缓缓融入高空。但就在例行检查时，意外来了。收起落架时发现红色信号灯不灭，这说明前起落架没有收好，而就是这个闪烁不停的红灯造成了中国民航史上第一次飞机紧急迫降，后被称为东航586迫降事件。时隔1年，这个事件被改编成电影《紧急迫降》，它也开启了中国空难片的先河。当飞机升到900米时，机长按照程序又做了一次收起落架动作，但红色信号灯仍在闪亮。如果起落架一直收不回来，就势必会影响飞机着陆。届时，飞机上一共137名人员恐怕都会遭遇不测。机长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向虹桥机场塔台汇报飞机存在重大故障，决定立即返航。空姐担心造成恐慌，并没有说明返航原因，可想而知，乘客们对此大为不满，其中一个土豪更是找来了空姐。叫你们机长来。地面的指挥部中，专家正带头研究对策。在看到机长是倪介祥后，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各路人马陆续赶到，技术人员对比同类型飞机，逐一排查故障原因。就连保险公司也派人来了，毕竟飞机真要出事，赔偿金额会是天价。于是他对专家说：“只要这次安然无事，一定会给大家包个大红包。”当我踢足球乐的。工作人员搬来几大摞厚重的说明书，上面写着：通常造成起落架故障的是液压系统。专家通知机长检查液压，可结果却显示正常。专家又向波音公司求助，可他们的对策也是检查液压。专家决定使用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甩飞起落架。但想要甩动重达13吨的飞机，必须通过特定的飞行动作来完成，有难度，但却难不住机长。飞机在他的操控下下降、上升、侧滑、大坡度盘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堪称完美，可依旧没能收回起落架，反倒是把乘客晃得迷迷糊糊。而那名土豪又开始闹腰了，空姐善意安慰他：“您放心，有什么情况，我和你一样在飞机上的。”什么意思？你跟我比，你算什么东西？很难想象这些侮辱谩骂是一个男人对女人说的。驾驶室中，副机长提议自己去手动收回起落架，那这就是要玩命了呀！同伴知道他的良苦用心，用尼龙绳和胶带把他绑得严严实实。起落架在机外，所以先要豁开门上的保鲜膜。强烈的气压险些将他吸飞，他很怕，不过却没有退缩，硬着头皮探出了脑袋。万米高空，漆黑寒冷，一个不小心弄掉了手电。他使劲用斧子敲打前起落架被卡住的地方。一下、两下、好几下，费了很大的劲却不见松动，看来起落架已经被卡死了，凭人力不可能收回。断了！甩放不成，斧头又敲不下来，专家又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飞机试着陆，以起落架为接触点和地面进行碰撞。按照生活用语就是磕一磕，看能不能用地面的反弹力把起落架给磕回去。试想一下，这么大这么重的飞机，只用一个起落架着陆，就好比跷跷板，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会前后失重。而无论是机头还是机尾，只要和地面发生碰撞，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不过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飞机上的燃油即将见底儿，到时也只能选择更加危险的紧急迫降。试着陆前，空姐通知乘客去后舱避难，那里相对更加安全。话音刚落，整座飞机陷入混乱。最服气的就是这帮守财奴，逃命之余还不忘拿行李。为了避免发生踩踏，空姐竭力维持秩序。而这时，那个土豪再次闹腰，空姐非常尽职，返回去带他离开，可他却呆坐在座位上，两眼呆滞，语气惊慌：“我不去，我就在这儿。”再看看那名2次被他羞辱的空姐是怎么做的，一把将他抱在怀里，语气温柔，轻轻安抚。终于，这位巨婴答应了离开。机长开始试着陆，可起落架刚一着地，整座飞机随即晃动起来，一个箱子摔在了地上，杀出了大把现金。接着在机长完美的操作下，飞机又连续着陆，磕了2次，但那盏红灯依旧发亮，好像永远也不会变暗。起落架还在，最后的方法也失败了。夜空中，飞机无奈的低空盘旋，飞机里众人上演的世间百态。跋扈的土豪早已没了嚣张气焰，对着照片喃喃自语，看样子已经失了心智。恩爱的老年夫妻彼此依偎鼓励，对待死亡从容不迫，让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神秘的老头竟然还在翻看书籍，真可谓是仙风道骨，完美诠释了临危不乱。这时，一个大爷解开了安全带，向着空姐边跑边说：“我说一句话，只跟你说一句话。”原来刚才掉落的钱箱
就是这名大爷的，不过他可不是有钱人，这里面装的都是工人的血汗钱。说着说着，大爷拿出一张纸条，竟然是一份遗嘱，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欠了谁的钱，欠了多少钱。大爷对空姐说，如果自己死在了飞机上，请他务必把钱还给别人。看到这儿，老弟不由得感慨，希望这样的人能更多一点，也希望他们都能长命百岁。而机长等人最为煎熬，他们不仅肩负着自己的生命，还要承担起众人的安危。此时的燃油最多还能坚持40分钟，时不我待，机长决定紧急迫降。但在当时的国内，从未有过紧急迫降的先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保证一飞机人的生命。关键时刻，领导发话了：一切责任都由我们来负。专家模拟了几种迫降方式，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是飞机在哪进行着陆。如果是在草地上，那按照飞机的重量再加上迫降时的速度，就有可能导致飞机陷入草地，到时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机毁人亡。所以只能在跑道上迫降。第二个要解决的是用飞机的什么部位着地。首先排除机腹，因为起落架的存在大概率会把飞机撕成两半，所以只能用机头或者机尾。而之前提到了，在着陆时机尾的后舱更加安全，所以按照乘客生命的优先级，只能用机头着地。但驾驶舱就在机头，如果在硬着陆时摩擦起火，导致机长失去行动能力，到时这艘庞然大物就会彻底失控，成为脱缰的野马，一路冲出跑道，撞向航站楼。后机艇到时整座飞机怕是不爆炸都难。思来想去，专家决定还是在跑道上用机头着地，但为了避免爆炸，必须在跑道上喷洒防火泡沫。指令一下达，中国军警立即展示出了他们超强的执行力。消防车迅速到位，喷洒防火泡沫。很快，机场的跑道变成了雪地。紧急迫降前，乘务长安慰乘客们，并逐一介绍机组人员的资历，告诉大家他们有多棒。可在说到机长时，他却流出了一滴眼泪。随后，空姐让乘客上交各种金属制品，因为在剧烈的颠簸中，这些硬物可能会造成伤亡。此外，鞋也得脱掉，因为一旦迫降成功，是需要通过安全气囊逃生的。穿鞋的话，可能会把气囊扎破。还有丝袜也得脱掉。女乘客不愿意，还质问乘务长：“那名空姐不也穿着吗？”被点到名的空姐当场就脱了。乘务长和大家解释，一旦飞机起火，这种湿制品极易被点燃，会造成大面积烧伤，吓得女乘客连忙脱掉。可听到会起火，大爷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又松开了安全带，站起来去拿钱箱。乘务长为了阻拦他，结果摔了一跤。他想去扶起乘务长，但他这是在帮倒忙。好在道长及时出手，只用一本卷起来的书就把他准确的推回到了座位上。传统功夫属实牛皮。这边专家鼓励机长说，只要按照方案操作，紧急迫降是不会出问题的。嘴上是这样说的，但身体却很诚实。机长沉默片刻，然后对专家说：“如果我出事了，请一定要照顾我的女儿。以后你多费心了。”终于，飞机开始迫降了。机头的着陆点很不错，可在机头使出泡沫刚擦地的一瞬间，跑道上就划出一道道闪亮的火花，旁边的消防员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眼看火花逼近驾驶舱，飞机竟然又驶进了新的泡沫区。原来聪明的技术人员早就料到飞机的遭遇，事先就准备了2段防火泡沫区域。滑行380米之后，火花消失得无影无踪，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这匹脱缰野马终于被驯服，迫降成功了。各组救援小队一拥而上，喷水的喷水，救人的救人。空姐打开舱门，放下安全气囊，乘客们终于获救，一个接一个逃了出去。可这时，一道美丽的身影却和生路背道而驰，跑向了驾驶舱。跑进来的是乘务长，一动不动的是机长。男人双眼放空，大汗淋漓。在看清来人是女人后，两人深情相拥。原来他们是夫妻，在上飞机前还吵了一架，原因则是妻子责怪丈夫没有关心女儿的生活。但在此时此刻，这些生活琐事在生死的面前也不值得一提了。